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选择幸福，选择亚塞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甜甜圈用户特权再升级，爱宝粉丝下载使用甜甜圈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使用微信摇歌曲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于继静于老师，欢迎于老师。青年演员李化，欢迎李老师。世纪佳缘网的特约情感专家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有怎样的人比我更爱他，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他争取回来。无论如何，我都想让你回到我的身旁。这对情侣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男生如此痛彻心扉地发出这样的呐喊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博，29岁，来自山东，职业个体；女嘉宾小静，25岁，同样来自山东，职业职员。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看小片的时候，男生说认识了很久，也分分合合了几次，是吧？你们谈恋爱大概有多久？2年多。认识有多久？4年多。怎么从朋友变成了男女朋友？我在大学附近做吉他培训啊，他一个同学到我那儿去学吉他，有一次他陪同学去我那儿玩，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到后来一直慢慢的就是。约请他一起吃饭啊、逛街啊，就是慢慢追求，然后答应跟我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中间还分过很多回呢？我脾气不太好，我就是说翻脸就翻脸，我一生气就走。但是我一走，他就立马找新的女朋友。然后你就回来？我气儿消了，我就回来了。我一回来，他又求我说跟别人分开了，我们和好，然后我就又跟他和好了。那你们这分合几回啊？数不清了吧？挺频繁的。那就说你有数不清的女朋友啊？不。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我觉得2个人感情也没有那么深嘛，然后他跟我分手了，我当时就想，我可能也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吧，然后就试着跟别的女生交往，然后刚刚在一起吧，正好他就回来了，我觉得还是放不下，于是我就把身边的女生，然后让她走，然后又重新在一起。咱们是一分开你就有人，我们今天吵架哈，第2天我朋友就跟我说，看到别人跟他在外面吃饭。有的时候，如果你平时不跟别人一直联系，怎么能一分手就能换人啊？那么快？这算是1回哈。那只是普通朋友在一起。还有2回吗？有一次最严重，也是让我算是彻底对他死心。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我们因为就是他抽烟抽得比较厉害，因为烟灰的事儿就吵起来了，吵得比较厉害，然后我就走了。我们分开有1个多星期，中间他也一直给我打过电话，说要和好，我气儿消了也挺好。但是我一回来，一进家门，我有钥匙。
屋子里就有很多别人的东西，还有那个鞋也在那儿放着，我当时就疯了。这件事情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你也太过分了，当时你也原谅我了，现在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吗？我们到后来其实和好了以后，最近这1年我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接着问，刚才说到了经历了那次事件之后，他有1年你们没有分过手是吧？我听的对吗？这1年也经常吵，经常分，但是不会因为那种原因了。哦，只是我们这1年分手之后，他没有找其他人。啊，那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闹呢？前段时间他跟我回家去见我父母了，但是我父母，尤其我母亲特别看不上他。啊，为什么呀？因为他太小气了。你要说这个小气呢，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当时你妈妈让我出去买水。我觉得口渴嘛，我就买上几瓶纯净水的。到后来你回头跟我说，叫你买水你真买水，你不知道买几瓶饮料，买几瓶果汁，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这事反而也成我小气了。不光这一个事儿好吧，你去我家买东西，你也没买过什么大件儿啊。他们一块儿去超市，你也不用说就说现实，就是嫌我没钱呗。你觉得这就是一个但是现在我没办法再说什么了。我确实我现在属于创业阶段嘛，我没有太多的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能够带你过上一般人的生活是没问题的。哎，我问问哈，怎么去超市就发现了呢？去超市买东西，我妈想这再给我买点酸奶。因为当时我在场，他没在场，都是他妈给他说的。当时呢，去超市买4个月没有其他的女人去你那儿吧？没有，确实吗？确实。你确定吗？我才不信呢。我现在这个事情我自己都觉得很，因为之前出现那1次事情，到后来我尽量不提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确实这种事情我理亏，之前我有过这种错误。那你这4个月为了挽回他，你做过什么努力呢，兄弟？我只要闲下来，我就一遍遍打你电话，你即使不接，你知道我打过多少遍？你早为什么不打呢？你现在才开始打。中间有一次你也接了，你早晨打电话通了，到了晚上我没有再给你打第2个电话，你就说，哎，看来我对你也是可有可无。我那天从中午到晚上一直有活动，很晚10点多，我觉得不用给你打电话了吧？哦，那样的话，你就说我不在乎你了。除了给他打电话之外，你还做什么了？我自己知道，为爱丈母娘就是觉得我的工作也好，我现在的情况也好，经济方面不是特别好。我现在说实话，在街头唱歌，我都快30的人了，我站到街头上唱歌，其实是非常挑战自己的，就是这种尊严。我就为多挣一点钱。对，那没什么。我问的是。他跟你分手这4个月，你为他做了什么？你跟我在那儿说你自己多苦干嘛呀？我就说我自己你做什么了为他？努力提高自己。不是你这4个月做什么了为他？除了打电话之外，有吗？我当时说过很多次我去找你，他说你别来，你来了我也不会见你的。你就没找？你还做什么了？你还做什么了呀？难受吗？你难受吗？之前我家里也给我在介绍对象，我当时我跟我妈说我们没有分手。如果说我要是。就是真的放下你的话，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家里的相亲安排什么的。哎，你之前看上他什么了？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会唱歌，还会弹琴。哦。然后其实也挺温柔，挺体贴的。啊。一开始都很好。我再问你啊，他离开你，你难受吗？难受。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看墙上有他贴过贴画，有时候我知道我有时候脾气非常大。我一旦想起因为我对你发火让你受委屈，我自己心里其实非常痛苦的啊！我就后悔我曾经让你因为跟我在一起你受了委屈。不是，你说你做了什么？你告诉我。我说我哭你信吗？一个大男人自己在房间里面哭的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就是那种事你根本就你没法体会。有人说不是因为一个人就是孤单才寂寞，是因为想一个人才寂寞。这种感觉，哭得很厉害。对，一个大男人听见一句歌词，一路从宁静走到平静。习惯从彼此眼中找勇气。我觉得咱们2个人在一起，我也不相信今天你站在我面前，你还会对我这种表情、这种态度。咱们过去的时候，我们不管吵多大，可能因为我这辈子第1次跟男人递纸巾。咱们俩的感情不是这1次断的，是你之前一次一次的，只是我不说而已。但是通过那件事之后，我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了。之所以上一次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到后来你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呢？你那时候如果说是一定跟我分手的话，我不会到今天的。哎呀，不哭了，不哭了，没事儿，我们这儿没人会说歌词儿。其实我主要是放不下啊，我觉得咱俩在一起，至少我能保证我以后会对你好。会心疼你，但是我就担心，如果说我把你当宝，你碰到一个对你不好的男人，我觉得那样我更心痛。没事没事。如果你遇到一个
我看到确诊的宝宝对你好难受，我可以放手，我无所谓。没问题，没问题，听明白了啊？这男生已经这个爱的有点啊忘我了，是吧？我没法对付这样的人，你们4位来吧。来，丘比特问卷。听完之后，其实坐在这里面也带着纠结，你满肚子的牢骚、委屈，你难受了。但是想一想，是什么造就你今天这个状态？女朋友分手了就找第二个女人，其实都是你的失控和宣泄。今天你口口声声的去喜欢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喜欢是比较而来的，比了半天，哎，还是这个好。另外一个，我看到最近经济情况不太好了吧？对。你的压力更大了吧？然后这个至少跟你相伴了多年的人，至少还能给你点安慰感吧，在心理上有点像妈妈那样的感觉吧。终于能在内心里得到一点慰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非常担心，你的这份情感表达又出错了。就像刚才你语无伦次地描述着各种细节，你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我希望你能回归到最初的状态，自信地唱着歌，优雅地表达着你自己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前女友是不是你真心喜欢的，而不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到今天这里面去找慰藉的。好，谢谢老师。其实老师你说的一句话特别真是触动我了。我始终吧，我自己心里面我没有对你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爱情属于救命稻草式的爱情啊。因为在最早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在学校里面，那时候你不太喜欢就是回到宿舍，或者说跟同学在一起玩。我那时候可以带着你，我们2个人有时候分手或者说是闹矛盾，每次你能回来，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面都会有一些现实的因素的。兄弟，那叫成人之危啊。那不叫什么意思啊？我是因为不想回宿舍住才在你那儿借宿吗？不吵了，不吵了，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吧。来，4个字：欲哭无泪。说实话，我不太想跟你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得进去。在我的眼里，你刚才语无伦次的表达，不能证明你是什么，你看不清楚自己。我觉得你有点不接地气，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怕别人不了解你，你总是在不停的说，哎，我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但是你说的每一个点，我觉得都不是准确的。但就你们的感情来说，就出轨这一项，我觉得女孩就可以判你死刑。我先问个问题，你怎么到街面上去弹琴去了？你应该是开琴行的是吗？我在前2资料年开过，然后去年的时候自己注册了一个传播公司，做点媒体广告，然后也做点乐器培训，也做点青年演出。去街头唱歌，我觉得只要唱得好，会有人买单的。于是我觉得这能增加我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收入。就为了增加更多的收入呗。对。现在公司状况不好是吧？对。那个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女方做了哪些帮助你的行为啊？就是在我工作不顺心回到家的时候，尽量的不再让我生气。我帮你说吧，不要酝酿你的情感了。资料上分明在写着，鞋给你脱，饭送到你的嘴边。但你做了什么呀？每一次吵架分手，你迅速的找了另外一个女孩，她回来了，一脚把另外的女孩踢开。你图什么呀？你是爱她吗？还是爱她能给你的这份呵护？你现在为什么要来找她了？觉得没有她生活的狼狈吧？老师，我可以就是把这个事情稍微的就是纠正一下吗？就是说我回到家以后给我脱鞋伺候我，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做饭都是我的事情。比如说，你说错了，你恰恰你的一句话说中了你的内心深处的问题。你分明说到，我们之间的爱情是救命稻草式的爱情。你只有在走投无路、穷困潦倒的时候，你才能想到他对你的爱，你才能想起那份他对你的付出。其实你把他其实在潜意识里当成了妈妈。只有自己的亲妈才能对自己的孩子毫无保留、不求回报的爱。但是不好意思，他不是。对。他是我有一个亲妈，非常爱我的妈妈，就是可是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有意义吗？一些可能就是不是特别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符合。好，如果说你现在事业有成，你来找这位女孩，我丝毫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你这会儿是真是念她的好，
你是浪子回头了，你要重新爱他了。但是不好意思，现在你的处境让我无法也不能够是相信你。现在我就是我作为一个从县城长大的孩子，然后我现在我爸妈家里面已经肯出钱，就是从我生活的城市里面给我买一套房子，至少把这个首付款完全能够全部支持我。你我觉得欠人的情太多了，你不光欠他的，你还欠你父母的。他们经济条件不好吧，我觉得爱情跟他亲情们还要出钱为你在县城里头买房，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在玩弄他的感情，在玩弄别的女孩的感情，你在做什么呀？不好意思，我不看重你们俩之间的恋情。不是玩弄感情的事情。你怎么到现在还一直在解释呢？咱俩之间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自己的错来涂老误，师你没有认识。啊，不跟他吵。来，涂老师，这位先生，刚才在台上的所有表现，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种直觉，就有点做作。我们很少看到舞台上一个人会这么激动，尤其是个男人。我们都在笑，他一直在哭，为什么？他被他自己感动。我发现你这人身上吧，有一个很大的标签儿，形式主义。比如说，你那不停的嘴，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口才比我好上10000倍。第二，是你的手，那个手势，形式感。然后第三就是你的眼泪。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形式主义。第一，你眼高手低。你说你要创事业，没有看到你为事业真正的付出什么，或者获得什么成绩。第二，你口口声声说你喜欢他，你也是形式主义。为什么呢？你说你洗个碗吧，你让他去洗，你自己不会动手洗吗？你说你在房间里面，你看到他的贴画，你都哭了，但你没干什么心疼他的事儿啊。事实上是别人的生活当中一直照顾你呀，给你脱鞋脱袜，给你暖脚啊，你没做什么呀？你说的你好像很爱他一样，但事实上你一边在痛哭流涕的同时，一边在找别的女人，是吧？你一边那么慷慨激昂，让人别说自己的曾经的破事儿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一度的颓废等待，你也没干什么实事儿，所以说你这人嘴在动，泪在流。手在扬，但事实上你没有一件做了，你嘴没到，心没到，手也没到，你就是个形式主义。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把它全扯下来的话，一句话，你为这个女人做过什么？你除了为她流眼泪，为她唱过歌，为她动过一些所谓的浪漫情怀，你为她正儿八经扎扎实实的干过什么？女生在最开始恰恰是被她所谓的文艺细胞所打动，给你唱个小曲儿啊，是吧？然后给你一点温柔啊，对不对？但这个东西不能当日子来过的，不能当饭吃的。事实上，落实在生活当中之后，你就发现它一点都不实用。所以呢，我就是对你一个建议：他被自己感动了就算了，你可千万不要被他所谓的浪漫情怀再打动了，日子还得踏踏实实过的，好吧？就这样。行，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姑娘清楚就可以了。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算了吧，我们别再这样彼此纠缠了。我真的是很烦，也很累了。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你还没有真的看清楚你自己。我的一些表现，我之所以那样做，因为我觉得在你面前，你能理解我。你说过，我不会对你狠下心来。你说对了，但是有没有发现你做什么事儿总是不在节奏上？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你老在你自己的世界里。给女生吧啊，男生我觉得他够强大，不需要帮助。来看一下，看你需不需要啊？我们再继续为你提供3种帮助的方式 ：A 是选择现场观众帮你评判一下 ；B 是听一听第三方的声音；C 是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我看一下现场观众。哦，现场观众哈，你想问的是，我该不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嘛，真痴情啊！各位来，女生该给男生又一次机会吗？该选赞成，不该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
100%哈。为什么不该给？我觉得这男生他根本就是没有长大，他就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只会去选择性的收听他最想听的那个部分。如果女生你今天要是再给男生机会的话，不好意思，你是在害别人，你更是害你自己。谢谢。这一看我们的老观众啊，语气都是爱宝语气。两位交换箱子吧。请关门，请关门。这也是一种爱情的模式，在我们的身边确实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更多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剩下的时间给他们自己选择吧。5、4、3、2、1，精彩节目稍后继续。5、4、3、2、1，请开门。我们认识已经有好多年了。当时我也挺小的，我们是11年结的婚，13年因为他出轨的原因，我们就离婚了。当时离婚的时候我也走了，但因为小孩的原因，再加上他又说他会改，他跟那个女的断了关系了，所以我就回来了。我是希望很想复这个婚，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想法。他也毕竟是我小孩的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一段曾经的婚姻，他们能不能继续走在一起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来，掌声！男嘉宾小陈30岁，来自重庆，自营店主；女嘉宾小丽26岁，来自湖南，现在待业。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愿意。喜欢他吗？曾经喜欢。我们是11年结的婚，啊，但是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小孩，结婚过后又有了第2个小孩。哦。当时过得也挺幸福。后来他就是随着那个收入的增多了，到后面因为他就是在外面就已经有了个备胎，13年我们就离婚了。但是离婚没多久。离婚可能大约有几天时间吧，我跟他打过电话，我也跟他承认错误，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反正我现在说什么话他都不会相信。离婚之后你们是分开住还是继续住在一起？离婚之后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有20多天吧，我就买了车票，我到杭州火车站的时候，看着别的那些小孩哦，都有妈妈带，挺可爱的。后面我想想，我还是回家去带我小孩。到后面的话，他那天晚上他就跟我说，他跟那个女的有关系。过后我3天3夜也没吃过饭，也没喝过水。主持人，我先声明一下啊，但是我出轨的事情确实是我不对，但是我跟他离婚前，我保证没跟那个女的有任何关系。这个事情是我错了。但是我错了，但是这个也有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你心里面也清楚，我们脾气本来反正也是3天1小本来不合，但是你也不可能说直接就说还有一个，但是我跟他是离婚以后，我跟那个女的有关离婚了啊。他老是这个坎过不去，但是我现在因为了小孩的事情，反正我也跟他说了很多好话，还有叫他或者是复婚他，因为我们毕竟是离婚。但是现在还是住在一起的。允许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对。你们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湖南，对吧？对。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在网上认识的。你们是居住在哪儿？在重庆还是湖南？现在在重庆，之前在江苏。在江苏的时候，他就做那个砖厂嘛，红砖那种砖厂，他有包工嘛。干工程的。等于一小姑娘就从湖南给你骗到江苏了，是这么个意思吗？对。然后有了第1个孩子之后，在11年结的婚，是吗？对。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你家里人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我爸妈不同意。为什么？觉得他太矮了吧。小陈，你多高？1.5米。1.5米。你自己会嫌弃他的身高吗？不会。你是想复婚是吧？对对。我现在不想复。为什么？因为他就一点都不在乎我，对我大吼大叫。但是这个也是出有原因的。打个比方说，都是现场的观众，我跟其中的一个女的，不管是她跟我说话还是我跟她说话，多说2句话，她马上说，哎，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天天都是这样吵过去吵过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在你心里你挺在乎他的？对。那现在不愿意复婚是因为
他对你不好，还是因为他曾经的花心？就像有一次之前在江苏的时候啊，他跟那个女的，当初我不知道，然后我也生病了，那个女的也生病了，后面是他自己说的，他生病了他就去照顾她。那我生病，我躺在床上，他从来都不来看我一眼。我问一下，现在是你强烈想复婚是吧？我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也有2点，就是我想第一是想复婚，第二复婚前提有一个条件是什么？让他的脾气改一改，确实让人受不了。你还提条件？不是提条件，我就说让这些专家帮帮我，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暴躁。打很简单的例子，就像是他叫我去街上买个那个白菜，我去买个小的，他叫我去买大的。那白菜谁不认识啊？就那么大一颗白菜。我去买个大的回来，他说你这个大的太松了，要去买紧的，紧的买回来又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现在我跟他的处境是什么？他叫我做什么，我做也挨骂，不做也挨骂，都是一个道理。委屈哈。对啊，我做什么都是。是在离婚之后他对你百般挑剔，还是在你出轨之前就对你百般挑剔？一直都是这样。一颗白菜有那么重要吗？松松紧紧。那个好吃一点。那你就自己去买呗。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去，懒得开车。家里的家务谁做？全是我做。他说我不做家务，对，我承认我不做家务。打个比方，他叫我去扫地，我扫了以后，哪怕是我竭尽全力去扫地，他说你没扫干净，他说他要吃葵花籽，我就给他买瓜子，买了说这个味道不行，这个太小，这个太大，哎，真的说的你没办法接受。真的吗？有那么一点。哦，问个问题哈，你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走呢？是什么让你待在那儿？第一，我就想着我有2个小孩。第二，我就觉得便宜那个女的。置气是吧？以前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他1分钱都没有。到后来他就稍微好一点了，那个女的就找他，我都这样给他打比方，我说，如果你2、3千1个月，那个女的还会找你吗？所以你回来，其实还有一些不甘心是吧？对。你不希望你跟他共同打拼的财富被别人去享受。对。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没财富。现在是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就是离婚这些事情，还有厂里面的所谓琐事，还有就是经常打牌之类的，所以说到现在几乎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没钱了，跟那个女士的离开有关系吗？没关系啊。哦。之前都离开过了。哦，那他对你怎么样啊？对我很好啊。哦，那你感情这方面我从来没怀疑过。既然都这样，就复了呗。但是你看他就对我不好。你要他怎样你才复婚？我要他就是以后对我好一点。你对他的要求是，希望他脾气好一点，是吧？对对对。他对我好了，我脾气不就好了吗？是。好了，老师们看怎么办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男方曾经有过外遇，但是男方一直在承认错误，所以男方的委屈是说我已经承认错了，那么为什么你还耿耿于怀？甚至那个无形的刀口和伤害还在残害着你们2个。如果这样一直争来争去，分手的不是第三者，是你们俩。所以2个人呢都得想一想如何来调整状态。既然彼此都舍不得，那就各让一点，因为谁也管不了对方是什么，只能调整的是自己。听你们刚才的描述，我觉得男方的这个出轨的行为确实是对婚姻生活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这道疤是永远都抹不去的。有可能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一辈子都可能抬不起头来。但是你们2个如果继续婚姻生活的话，我希望女孩能够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因为你们2个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你们2个身上有很重的担子，你们要教育孩子，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能尽快的把这一篇给翻过去。当然，这个男孩也要稍微的收敛一点，2个人奔着好的方向去过嘛，对不对？想想孩子，我觉得。谢谢。女方，你做出的种种行为让我不能理解。离婚了，但居然还不离家，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留在这个男人身边？为什么当这个男人有钱的时候，有了外遇抛弃了你，但是当他没钱的时候，为什么说有爱呢？如果没有爱，男生不会这么宠着你。台本上说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管有用的没用的，他都给钱让你买。出轨之前对于你的脾气他也一直是骄纵的，所以说他是爱你的。
而你也是爱他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不爱他，不会不顾家庭的反对嫁给他，随着他10年的流浪。但是，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是因为虽然有爱，但更多的是无奈。为什么说有无奈呢？家人反对，没办法，我选择了他，所以我打掉牙只能往肚里吞。我没人去说，我有孩子，没办法，我不能分。而你呢？你也有你的无奈，你是爱他的，但是他脾气太坏，有什么办法？我很无奈，我又离不开他，在不能够忍受他的坏脾气之下，你犯了错，出了轨，甚至这种出轨也是一种无奈。出了轨之后再回到这个家庭，其实还是无奈。直到今天，你跟主持人在说话的时候，你依然透露着无奈。你说，虽然我想复婚，但我依然希望他能够改变脾气。你们因为有了爱和无奈，所以现在还在一起。但为什么不能正儿八经的复婚？因为你们在爱的同时在伤害，在无奈的同时又饱含了不甘心。首先你们俩有共同的不甘心，是我们都在一块儿，在不顾大家反对的情况下在一起10年，都已经10年了，如果还不在一起，太不值了。第二，家庭反对，我们当初冒着那么大反抗的力量走在一块儿，太不值了。第三，我们都共过苦了，难道不能同甘吗？我当初冒着那么多人的反对，我嫁给了他，他倒出轨了，胜利的果实我不能分享，倒让第三者所虏获，我不甘。还有就是我有孩子，看上去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都住在一块儿，却不能成为正式的夫妻，我不甘心。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不光是你们有无奈，不光是你们有不甘心，我们所有人都有无奈和不甘心。我们每个人想想生活的这些年，人生有千万种滋味，五味杂陈，但是真正活到最后，就是一种滋味，就是无奈。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好多事情是我们的遗憾，该实现的梦想没实现，该想做到的事儿没做到，本不想伤害的人最后伤害了，等等等等这些无奈。但是有些无奈既然无法改变，我们认识到了这种无奈无法改变，那我们就应该学会坦然了。因为你无法改变，你不坦然有什么用呢？所以当你坦然于自己的无奈，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你对于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也就学会了无所谓，也就应该懂得在10年之后不要去伤害，应该是去爱，不要不甘心，顶多是无奈。坦然于自己的无奈，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日子还要接下来往下过，就这样。谢谢老师。我一直觉得这个话题又复杂又简单，简单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把它总结了，给自己一个保障嘛，那就是法律承认的婚姻，那是保障，这就是简单。可如果说复杂呢，它又涉及太多，尊严、生活的信条、幸福感。你是愿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还是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呢？肯定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就去简单化它好了，接受曾经的一切和我即将面对的一切，那个时候大概你会觉得幸福感会强一些。反正他就对我不好，那你就找一个对你好的喽。这不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吗？对吧？有对你好的吗？有过，我都知道有一个。我都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的为人，我从来不说这些话，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你都不说啊？你是得有多么的爱他？你爱他吗？爱。所以相爱的人才会互相伤害，吵吵闹闹也一辈子。你们自己选吧。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来，黄金60秒。老婆，我真的错了。以前我出轨的原因，确实是我自己的想法，对我们这个家做出了很大的一个错误。我现在真的错了，我希望你能回来，我会改掉我的坏脾气的。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改。反正如果要说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也做得还不错了，我也都原谅你以前那些事啊，但是你那个脾气如果能改的话，我还是会考虑的。我们一起努力吧。看你做的。好了，时间到了，两位交换箱子吧。请回，请回。来，请关门。看看这对曾经夫妻自己的选择。5、4、3、2、1。5、4、3、2、1。请开门。来来来来来。哎，这世界上面最口不对心的动物就是女人。听这段哈，当初咱俩离婚以后，我其实一直没有回老家，父母也不知道，我只是在亲戚家住了一阵子，我心里一直很难受，舍不得吗？离不开吗？哎呦，看看男生。反正是女生吧，都会被这话打动啊！我真的很爱你，我以前只是不会表达，现在我会了。我真的很爱你，老婆。还有我爸爸妈妈真的在乎你，把你当成自家人对待，从来没把你看成外人来看。这个打动了你是吧？啊！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来吧。开始。停。恭喜恭喜恭喜！就这一个细节的举动，我们基本上面就可以知道了，这家谁做主。他不说，我不说了吗？哦，好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选择幸福，选择亚赛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这一对曾经的夫妻如何演绎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各位，请见证。老婆，再一说嫁给我吧。你如果愿意改的话，再嫁给你一次吧。来，两位手牵手，找你们的幸福去吧。谢谢。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自己认为很苦，别人看起来却很幸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老涂有话说。天天圈的网友叫简爱，有问题要问涂老师。他说：“我和之前男友异地恋，他总害怕我有追求者会背叛他，所以他老是跟其他女性搞暧昧，甚至在一起。后来我们分手了。分手后，他结过婚，现在离婚了，事业也是低潮期。他想要稳定的情感来做他的坚强的后盾，想要和我重新在一起，希望我给他一次机会，好好对我，好好补偿我。我该相信吗？涂老师。”她说她男朋友因为怕她跟别人搞暧昧，所以自己跟别人搞暧昧。对，这明显逻辑不通吗？这个男生本来就花心，根本不是因为怕他搞暧昧，所以自己才搞暧昧。然后这会儿他说这男生需要他到他身边，是因为他需要感情的坚强后盾。你是抹布啊？要就可以要，不要就可以扔吗？所以说，我觉得问题本身不是问题，他自己的脑子应该好好看看。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